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哦，好，我已经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哦。好，那今天老师用的是新的直播软件，不晓得顺不顺利，希望是顺利的哦。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听得到了啊，太棒了。好，那另外就是呢，老师先告诉大家，因为老师现在用的是新的直播软件，所以以后呢，这个字幕可能会晚一点才有，可能要12个小时后才会有字幕，所以大家可能要稍等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马上给大家字幕好 ，OK， 好，大家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对不对？好，如果等一下在直播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听不清楚要赶快告诉老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要来 Good evening 呀，太好了。好，记得帮我点赞支持我。今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用新的直播软件有一点不习惯了。好 ，OK， 好的。那欢迎蓝墨，欢迎 Henny， 欢迎这个慧君，欢迎 Hardwin 然后 Alexander 欢迎，还有利敏 Betty 利敏好，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魔法扫把。魔法扫把。好，那这个你们知道什么是扫把吗？扫把就是如果你要做家务，你想要把地板扫干净，你必须要用扫把。那还有呢，就是女巫、巫婆、巫师、魔术师不会了巫婆、巫师 witch、wizard， 他们要在天空飞行的时候，他们会乘着这个扫把他们会乘着扫把，所以呢，这个扫把就是这个女巫或巫师会用的东西好的，奇怪了，好，找到了，好 ，OK， 好的，听得懂吗？所以以前的电影通常呢，这个女巫或者是巫师会骑着扫把在天空飞。那林子说打老公的时候打老公的时候也可以用扫把，对这个扫把是很有用的工具，对不对好的，那有人问老师 Namaste 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过得很好谢谢你。对，女巫。好，我们就开始来听故事吧。魔法比较像 magic， 对不对扫把 broom， 好，必须好，那么我们故事一开始呢是从前有一把魔法扫把。对，扫把是扫地板的工具好，记得扫把的量词是把，一把扫把。你可以说一个扫把不过我们可以说一把扫把。谢谢 Betty， 哇，太棒了，谢谢 Betty。Betty 呢成为我的这个会员了，感谢感谢。为什么你成为我的会员，我这里没有通知？好奇怪。好，没问题。好的，谢谢利敏成为我的会员，太棒了。好 ，OK，它能自己飞这个魔法扫把它可以自己飞行。有了耶！你看这个，如果有人成为我的会员它就会出现这个很可爱的这个是新的好，谢谢 Betty 利敏成为我的会员。好，那么这把魔法扫把它会自己飞，然后呢还能帮助魔法师打扫房子还能帮助魔法师打扫房子。那所以你不需要拿着扫把，它会自己动，会自己飞，它还会自己打扫房子。好，什么叫打扫？就是你用扫把，你用拖把把房子弄干净，这个叫打扫。
如果你觉得家里很脏的话，那么你就必须拿一些扫具，我们中文说扫具，就是打扫的工具哦，扫具。好，各位同学，扫具有哪些呢？扫具像是扫把、拖把，还有这个吸尘器，这些都是吸尘器不算吧？吸尘器算是电子的扫具，通常是扫把。还有一个叫本机，在台湾叫本机啊，拖把、抹布，这些都是扫具啊。好的，扫具，打扫的工具叫扫具。好 ，OK， 所以哇，我也好想要有一把魔法扫把，它可以自己飞，也可以帮魔法师打扫房子哦。好，我们往下看。好，一天，魔法师对扫把说：“这个扫把，因为它是魔法扫把，所以它会说话。那魔法师是它的主人。好，魔法师对扫把说：“你已经是最棒的扫把了，你可以选择一个新主人。”好，魔法师跟扫把说：“扫把，你会飞，你会自己打扫房子，你是最棒的扫把哦。那这个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可以 to choose 哦，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主人啊，选择一个新的主人。好，那这个什么叫选择呢？一般我们说选择就是你可能有2个东西或3个东西或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啊，这个叫选择。那这个OK， 所以扫把现在的工作就是他要去外面找一个新的主人啊。扫把现在有新的任务 mission， 他要去外面选择一个新的主人啊。魔法师现在还是扫把的主人，但是扫把之后要去外面找新的主人啊，所以扫把要找新的主人了，魔法师就不再是他的主人了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好，扫把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好，既加上形容词，又加上形容词，就是形容词 and 形容词。扫把感到既兴奋 excited， 兴奋，哇，兴奋表示你感到非常开心，而且有一点无法控制自己啊，又紧张。如果你很紧张，可能是你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像理查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紧张。如果你紧张的时候，可能你会流汗，可能你会说不出话来，因为可能你跟很多人讲话，你会有一点 nervous， 会紧张哦。好，既叭叭叭，又叭叭叭，好，特别记得这个语法点，既 adjective， 又 adjective。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既高又帅。Teacher Richard is tall and handsome。对，可以的。兰默说的很好哦，就是既 adjective 又 adjective， 你可以用又 adjective 又 adjective 也可以。所以你可以说扫把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可以的，没问题啊，没问题。好，你可以用既又，你也可以用又也可以哦，两个都对。好 ，OK， 好的，这个就是 adjective and adjective。OK， 好，好的，扫把开始去外面找新的主人了。扫把遇到第一个人，扫把遇到的第一个人，我们加个的哦。扫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好，这个等一下会考你们哦。扫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忙碌的商人。好，当我们说忙碌，就是 busy。如果你很忙碌，表示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能是有很多家务，或者你在上班的人，你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你可以是个忙碌的学生，你有很多作业要写，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忙碌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忙碌的学生，忙碌的商人，忙碌的父母也可以
忙碌表示 very busy， 忙碌。好，商人 businessman， 好，这个一定要会哦。有时候我们会说生意人businessman， 商人、生意人都可以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遇到就是 to meet，OK， 好 ，the first person the broom met，OK， 第一个是商人哦。商人跟扫把说：“选我吧 ，OK，pick me， 选我吧 ，choose me， 选我吧。”好，这个“吧”表示一个提议。OK，you give someone a suggestion， 选我吧，我可以让你每天都忙碌，不会让你无聊。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片，商人跟扫把说：“选我吧。”我可以让你每天都很忙，不会让你无聊。如果你每天很忙，你就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你就不会无聊了。那我觉得如果我是扫把的话，我可能不喜欢每天都很忙碌。如果你每天都很忙碌，你可能会觉得每天的生活太紧张了。对，林子说的很好，我也想要问商人，那你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呢？如果我每天都很忙碌，我应该要有很高的薪水，对不对？好，那老师希望你们平常呢工作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忙碌，有时候也要给自己一点自由，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陪家人，去陪你的朋友，也要让自己放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每天都非常的忙碌，过于 too much， 过于忙碌，我觉得这种生活也不太好，对不对？这种生活也太累了吧？好，那你们自己也要选择看看，你喜欢商人吗？你喜欢当商人的扫把吗？每天都很忙碌，真的很累。好，扫把摇了摇头，好，这个就是摇头。扫把摇了摇头，他心想就是他心里这样想，我可不想太累。扫把觉得我要有我自己的时间呢，我不能每天都在工作，我可不想太累。好，这个可表达一个不同的情况。我不想要 A 的生活，我要 B 的生活，我可不想太累。OK， 就像英文的 instead 那种感觉。OK， 好 ，OK， 太累，我不想太累。好，所以呢，扫把离开了商人，他去找第二个主人，他觉得商人不能当他的主人。接着就是 next， 表示下一件事情要发生了接着扫把遇到了一个孩子。好，第二个人，扫把遇到的第二个人是个孩子OK， 好，你看这个孩子好可爱对，好，孩子大声喊：“扫把！”大声 loudly， 扫把，选我！我们可以每天一起玩，一整天都不用工作。好，因为孩子不用学习嘛，然后也不用上班，所以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扫把大声的喊说：“扫把，你选我吧！如果你选我的话，我们可以每天一起 together， 一起玩 play together， 一整天就是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都可以做某一件事情，一整天 the whole day 都不用工作，一整天都不用工作。好，所以呢，如果扫把选择孩子当他的主人，他不用工作了，他每天玩就好了那你们喜欢选孩子当你们的主人吗？如果你一整天都在玩，是不是也有一点太轻松了？好像没有一个应该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对不对？一整天都在玩，感觉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
一整天都不用工作，一整天都在玩，好像也太辛苦了。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我不喜欢一整天都在玩，因为我觉得偶尔也要做一些工作，偶尔也要学习，对不对？不然啊，整天都在玩也是蛮累的。哦，好 ，OK。扫把皱眉，心想：只玩不工作也太无聊了。好，扫把皱眉，好，皱眉我们学过了，对不对？好，就是你的眉头这样皱眉，皱眉。什么时候会皱眉呢？可能你看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或者你听到一些你不喜欢的话，你会皱眉哦。你也可以说皱着眉头，这个我们在中文也可以说皱着眉头。好，皱着眉头可以，扫把皱着眉头，你也可以这样说，皱着眉头。哦，好，心想，只玩不工作也太无聊了，不行，我也不能够每天都在玩啊，我也要扫扫地，做做家务啊。如果每天都玩，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哦。好，对，好的。最后，好，扫把开始找他第三个主人。我们来看看他第三个主人是谁。扫把来到一位农夫的家里。好，各位同学，农夫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农夫是一个职业，他的工作就是种田，可能他会种稻米，他会种小麦他会种其他的蔬菜水果。农夫他有一片田，他可以在田里面种米、种麦、种水果、种玉米都有可能。所以扫把找到了第三个人，他遇到的第三个人是一位农夫，他到了农夫的家里。农夫说：“我需要一把好扫把，帮忙清扫农场。”农民基本上我觉得比较书面语一点，一般我们说农夫就可以了哦。农民基本上是如果你讲阶级的时候才会用到，比如说他是农民，好像他是一个比较低层的人。那我们说农民、商人、政治人物、政治家等等，所以我们讲农民会让我想到一些阶级。就像英文的 rank，I'll think about ranking。OK， 一般我们说农夫就可以了，种田的人。好，农夫跟扫把说：“我需要一把好扫把，帮忙清扫农场。”好，这个农场就是农夫工作的地方。好，那如果呢，他有一个好扫把，他有一把好扫把，就可以帮他清扫。好，清扫就是清洁打扫。清扫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会把一个地方打扫得非常干净，我觉得比较像英文的 tidy up。 清扫会让我觉得 yeah very clean. If you 清扫 a place, well you tidy up the place and make it so clean. 好，清洁打扫。好，清扫农场它也是个动词哦，清扫农场。终于这个扫把跳槽成功了哦，跳槽成功了。也会小心保护它哦，农夫会小心保护，保护就是 protect。我们父母亲会保护孩子然后警察会保护人民，军人用保卫军人会保卫国家爸爸妈妈会保护小孩，男朋友会保护女朋友。那小心就是 carefully。OK， protect someone something carefully， 小心保护。这个搭配可以记起来，我觉得蛮不错用的，小心保护。好，也会小心保护他，不让他太累。哇，我觉得我喜欢农夫，因为农夫会让我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清扫农场。但是呢，农夫也会小心的保护我，不会让我太累，不会让我一整天都工作。我喜欢农夫的工作，既有目标，
但是也不会太累，所以我觉得农夫应该是一个好主人啊。好的，我们这些单词要记得哦。农场保护啊，好，清扫也是不错的一个单词哦。好，扫把觉得农夫说的很有等一下啊，说的很真诚。好，真诚就是这个人很诚实，很真心 sincere。如果一个人说话很真诚，他不会说谎，而且他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他很真实的讲出来。所以各位同学，一般来说女生都喜欢真诚的男人，因为真诚的男人不说谎，而且他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他心里怎么想说出来。通常真诚的人会让你很感动，真诚的人会去了解你，会去保护你，会说真心话，他不撒谎，他不是骗子啊。好，偷生不是偷生，我们Mandarin 一般来讲，偷生我们平常是不会去偷生，我们一般是不会去用的哦。我们只用在一个地方，就是苟且偷生这样的一个成语里面哦。苟且偷生，苟且偷生，一般我们是不会用偷生这个词汇的，我们只会用在苟且偷生这样的一个表达里面哦。就是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蝼蚁苟且偷生，就是蚂蚁都想要活着，你有时候去打蚂蚁，蚂蚁会逃走，连蚂蚁这么小的一种昆虫，它都想要活着。我们人当然也要活着，不管你的生活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有压力，我们还是要活下来。我们人还是要苟且偷生。你的生活很痛苦，或者是你非常穷，但是你还是要活下来啊。蚂蚁都要活下来了，何况是人。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苟且偷生，蝼蚁就是蚂蚁，蝼蚁苟且偷生哦。好，蓝墨说真诚可不可以用直爽？我觉得不一样，直爽指的是直肠子，就是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直爽，或者他做决定很快没问题，我请客，直爽的人我觉得直爽的人也很好，因为你很快的这个直爽的人是不会做作，他不会 pretend， 他不会去假装那真诚通常是讲你的心 true， you are true to someone， 真诚通常表示你的心很真实你的心是好像孩子一样很真诚。直爽是一个态度，比如说你做决定很快，而且你不拖拉。理查老师借我钱好不好？没问题。哇，理查老师你很直爽耶。理查老师，这个我现在在台湾，我们可不可以见面？没问题。哇，理查老师很直爽这种人就是很直爽，没问题这种人。真诚一般是你跟这个人交朋友，他是 true， he is true to anyone， 真诚 sincere。 好，扫把觉得农夫说的很真诚，决定留下来。好，决定 decide， 留下就是留在农夫家，他想要留下来，留在农夫家好 OK， 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没关系。好，扫把发现这个扫把已经在农夫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了。扫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农夫每次用完它，好，用就是使用这里的用是使用的意思 to use 好，农夫每次用完它，好，我们已经学过这个完这个字了完就是 finish doing something， 用完 finish using it， 每次用完它都会好好的放回屋里。有时候你用完扫把是不是会乱丢？你不会把它放在原位有时候你会偷懒，不放在原位，你都乱放，下一次你要用扫把你就找不到了。
但是农夫不是这样的人，农夫每次用完扫把都会好好的放回屋里，不会让扫把放在外面所以我觉得农夫的确是真诚的人，说话很诚实，他说什么就会去做到这个非常守信用的人所以他也有好好的小心的保护扫把好，聪明的扫把知道好的主人会让它更有价值。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魔法扫把是很聪明的，聪明的扫把知道好的主人 a good master 好的主人会让它 to make it more variable 会让它更有价值所以会保护它，而且让它让扫把有工作，让扫把有目标好，对啊，扫把会自己的魔术吗？当然也会扫把可以自己去这个清扫农场，用自己的魔法去清扫农场。好 ，OK， 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老师现在呢有3个问题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扫把为什么拒绝商人？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有价值这个3个字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可以说这个手机 iPhone 不是啦，这是小米手机。哇 ，iPhone 手机很有价值，我们可以加个很有价值 ，something that is valuable， 很有价值的东西好，第一题，扫把为什么拒绝商人？好，各位同学，为什么呢？扫把为什么拒绝商人？商人是他第一个遇见的人，他为什么不选择商人当他的主人呢？好 ，Mandarin 说，扫把拒绝商人是因为他不想活得太累。答对了，扫把拒绝商人是因为他不想活得太累。好，扫把觉得太累了，为什么？因为商人说，如果你把我当主人，那么你每天都有扫不完的地，做不完的工作，你不会觉得无聊，当然你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所以扫把拒绝商人是因为扫把觉得跟着商人生活太累了。好，裴静说，扫把不想每天都那么忙碌，生活过得太累了，好，蓝墨说，扫把拒绝商人的原因是他不想活得太累。答对了。好，问题2，扫把为什么拒绝孩子？扫把为什么拒绝孩子呢？孩子的要求我觉得蛮好的呀。孩子说，如果你把我当主人，我会每天陪你玩，你完全不需要工作，你不需要做家务，你也不需要飞，你也不需要扫地。哇，扫把的，我觉得这个扫把这样过生活也蛮好的，他为什么要拒绝孩子呢？好的，这个所以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扫把，你会选择哪一个主人理查老师想要选择农夫。好，佩霞说，因为扫把觉得太无聊了，每天玩不工作，这种生活一定很无聊，对不对？你又不学习，然后你也没有目标，这种生活太轻松太无聊了。好 Mandarin 说，扫把拒绝孩子是因为他不想过得太轻松。答对了，对，他觉得太无聊。好的 Henny 说，因为扫把觉得一整天 the whole day 一整天只有玩没有工作很无聊。对，整天玩太无聊了。很好，慧君。Hardwin 说，扫把拒绝孩子因为他不想跟孩子一整天都在玩，你会觉得人生没有目标，对不对？对，蓝墨说，扫把不想过着整天没有工作的生活。
你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好，我们看一下问题3，农夫如何对待扫把？好，你们想一想，刚刚的故事里面，农夫说了什么？他会如何对待扫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在 HSK 考试里面，特别是 SHKK 哦的考试里面，口语考试里面就会考你快速的找出答案。你刚刚看的文章，你刚刚听的内容，你有没有听清楚啊？好的，农夫如何对待扫把？他是让扫把过着整天玩的日子，还是让扫把过着每天都在工作的日子？他的方式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知道农夫有一个工作的地方，我们中文叫农场，对不对？农夫农场。那农夫如何对待扫把？好，对待这个词你们一定要会。比如说你会如何对待你的男朋友？你会如何对待你的女朋友 ？Treat, how you treat someone， 对待哦。好，佩霞说，农夫会真诚的对待扫把，答对了。Henny 说，农夫会好好的保护扫把，用完扫把之后，他会把扫把放回屋里，好，会好好的保护它。我们刚刚学到小心保护，对不对？裴静说，农夫用扫把帮忙清扫农场之后，都会好好的放回屋里。好，蓝墨说，农夫会真诚的 sincerely 真诚的对待扫把，对，要小心的对待扫把。所以他让扫把有工作，就是打扫清扫农场，他也会小心的照顾好，小心的保护好扫把，用完扫把之后都会把它放回屋里，没有错。所以农夫让扫把的生活有目标，但是也会很小心很小心的保护它，很小心很小心的使用它。好 Mandarin 说，农夫兑现他的诺言，小心保护扫把。兑现诺言，哇 Mandarin 你好厉害，用这么难的词汇兑现like keep one's promise， 兑现诺言这个是一个比较深的词汇，就是 keep one's promise， 兑现诺言。好，扫把不让农夫不让扫把过得太累，活得太累。好，没问题。好的，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生词。接下来老师每一个生词都会念3遍，请你自己去找相对应的图片。老师念的单词是哪一个图片呢？去找一下对应的图片。好 Hardwin 说，农夫好好的对待扫把，用完以后把它放回屋里，很好。蓝墨说，农夫用扫把清扫农场，而且好好保护它，还让扫把感觉是有价值的东西。哇，蓝墨的回答非常的完整很棒，很好的一个回答好，扫把，好，扫把是哪一张图？自己去找魔法师。好，各位同学，魔法师跟魔术师是不一样的魔法师比较像巫师，就是 witch， 魔法师。那可能你们还听过另外一个词汇叫做魔术师，不一样的意思。魔术师是 magician， 就是通常他会在舞台上表演魔术，他会在舞台上变魔术，我们中文说变魔术就是 do magic， 变魔术所以请大家注意，魔法师就是巫师的意思，魔术师就是在舞台上变法术的人，
在舞台上变魔术的人啊，在舞台上变魔术的人叫魔术师，两个是不同的意思哦。好，皱眉，皱眉，皱眉。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词汇，选择。好，哪一张图是选择呢？选择，选择，紧张。哪一张图是紧张呢？紧张，紧张，保护，保护。好，各位同学，我们稍微描述一下这里的图片好了。各位同学，这个图片是紧张，请问这个小女生这个动作，中文要怎么说？有的人紧张，他会做这个动作，请问中文要怎么说？你们会不会？我很紧张，有人会这样来表现他很紧张的感觉。这个中文要怎么说？他会去咬什么？对，很好，咬指甲。有的人紧张的时候，他会咬指甲，然后你就知道哦，他很紧张，咬指甲。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母鸡，这应该是公鸡还是母鸡啊？这看起来像公鸡耶，公鸡保护小鸡，对不对？它看起来不像母鸡，看起来像公鸡，因为它有鸡冠，对不对？这个叫鸡冠。好，公鸡有这个鸡冠好，然后公鸡保护小鸡，可能它是母鸡吗？我不晓得，母鸡保护小鸡。好 ，OK， 好的，那么这个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那么我们也学到很多生词，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扫把，如果你是魔法扫把，你会选择哪一个主人呢？你可能可以选择商人，因为你喜欢每天都很忙碌，每天都工作。你可能也会选择孩子，因为你喜欢每天玩，跟孩子一块玩耍，你会觉得很开心。可能你会选择农夫，因为农夫让你有工作，让你的生活有目标，而且他也会好好小心的保护你，不会让你太无聊好，那么我们我们星期四见咯星期四是我们的 HSK。 那今天的直播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老师用了新的软件，直播顺利吗？你觉得声音听得清楚吗？你觉得上课上的清楚吗？你都听得懂吗？好，另外就是另外就是呢以后直播课的字幕会在直播课结束后12个小时以后才会有因为现在用了新的软件，没有办法马上有字幕。好，我们星期四见，大家晚安，拜拜。